上一期视频，我们对吴磊的高情商以及他从男孩到男人的蜕变有了一些了解。这一期我们继续来看看吴磊的事业发展道路是怎样的。如今，吴磊能从童星成长为一线小生，一条社交媒体动态转发量动辄就是几十上百万的等级，也是靠着一部又一部的作品积累起来的。掰着手指数起来，吴磊至今已经拍了100多部戏，其中能称之为吴磊事业转折点或者里程碑的作品，个人认为应该有2部。第一部就是此前提到的《琅琊榜》。这部剧可以说彻底打开了吴磊的国民度，第一次让纯粹的路人也能真正记住小飞流这个角色，记住吴磊的名字，从此国民弟弟的形象就一直伴随着他。我是飞流。琅琊榜开拍时，吴磊还是个14岁的小少年，虽然仅仅只演了一个小配角，还有人专门统计过小飞流在整部剧里所有的台词加起来一共只有358个字，他的嘴里往外蹦台词时说的最多的可能就是苏哥哥。苏哥哥，苏哥哥，苏哥哥救命啊！但他却意外的因古装小可爱的形象而讨喜和吸粉。你呀，真是个小可爱。小飞流的人设很简单，他其实就是个很纯粹的孩子，婴幼时就天纵奇才，被东瀛神秘杀手组织掳走，惨遭药物与灵术摧残，导致心智不全。但他依然练就了一身奇绝武功，年纪虽小却武力值爆表。被胡歌饰演的梅长苏拯救之后，小飞流跟在了苏哥哥身边，一颗单纯的小心灵，就只盼望苏哥哥能够安好。苏哥哥不舒服，会好吗？面对大是大非的考验，他也能够理解梅长苏的决定。苏哥哥都好。除了以武力保护梅长苏的人身安全之外，小飞流也在用自己的单纯治愈着苏哥哥的心伤。在梅长苏为了复仇苦心经营10数年，回归金陵城后又每日面对阴谋与黑暗的时候，只有小飞流能看到他在江左梅郎的伪装身份之下那些隐忍着的苦楚和疲惫。而梅长苏也只有在看到小飞流如幼童般快乐的时候，脸上才会露出久违的笑容，仿佛在他身上看到了那个明朗的少年林殊。可以说，小飞流大概就是梅长苏心里最后一片净土，是苏哥哥隐藏的光明一面的化身，也是他心中美好的寄托。吴磊对小飞流的还原程度曾得到了不少原著粉的肯定，本身形象气质与角色就有贴合的部分，无论是小飞流时而固执时而活泼的神态动作，还是与苏哥哥互动的萌点，吴磊也都堪称飞流本流。巧合的是，电影《不虚此行》中，吴磊演的小颖和胡歌演的文善也是类似灵魂伙伴的关系。文善是个郁郁不得志的编剧，小颖是他笔下的虚拟人物，与文善有着完全相反的阳光率直性格。在文善的想象中，小颖有时像他的朋友，可以给他带来陪伴和温暖，有时又像一面镜子，映射出他的内心隐秘。有小飞流打底，这类镜像知己的角色，吴磊和胡歌再次搭档起来也算是很默契了。虽然票房不太理想，但有时候一部电影的成败并不单纯只是看票房而已。如果说小飞流让大众对吴磊的印象停留在国民弟弟时代，那么去年暑假掀起收视狂潮的古偶剧《星汉灿烂》，则算是让大众第一次真正感受到30弟弟长大了。同时，凌不疑这个少年将军的角色，也带领吴磊的演艺事业迎来了一次质的飞跃，真正踏入了一线小生的行列。让人只想说一句，国产古偶虽然有各种毛病，比如剧情人设同质化、工业糖精无脑甜、服化道粗制滥造等等，但论造星能力还真不是一般的强，常常能让内娱小透明实现一夜飞升。就像去年跟星汉灿烂对打的苍兰诀，王鹤棣凭借不可一世的东方青苍这个角色，令无数少女真心实意想对他说一句尊上威武。还有今年暑假的《长相思》，这部剧播出之前，虽然谭健次和邓为已经算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是距离真正的红还有那么一段距离。结果《长相思》一播，谭健次和邓为很快就收获了顶流的待遇。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各种商务代言都多了起来。吴磊在《星汉灿烂》里演的凌不疑，虽然是古偶常见的美强惨，但由吴磊演绎出来，确实又是个让人忍不住心疼的角色。一个角色能否立起来，就看人物的主线逻辑能否成立，再看演员能否把握人物的底色。凌不疑的底色就是复仇，我们霍家的仇，我一日也不敢忘。他从小亲眼目睹了亲人头颅被挂在了城墙上的残忍画面，自己因与儿时伙伴互换衣服后得以用对方身份存活下来的那份侥幸，就成了他一辈子的痛苦枷锁。他整个人的前半生都在为达成复仇目的而活，人生中所做出的每一个选择也都在为复仇主线服务，角色经历与复仇故事是线性相关的。我们不该活着，我忍了10几年。所以星汉灿烂比别的古偶高明一点的地方，就在于不是单纯为虐而虐，
而是确确实实为人物构建了一个合理的复仇故事，人物也在被命运和性格推着向前走。我没有退路了。凌不疑为了复仇可以付出一切，既能暂时隐忍认贼作父，也能随时舍弃自己的生命，因此他身上带着一股疯狂的气息。但这股疯狂不是体现为可怕的偏执，而是一个少年背负着血海深仇一条道走到黑的坚韧和决绝。我会将所有有罪之人都诛杀殆尽，一个也不放过。当凌不疑在复仇之路上遇到了最大的意外，也就是爱上程少商的时候，这股疯狂又变成了对爱情的满腔执着和感动。她就是这全都城、全天下最好的女人。在爱情里，凌不疑疯得很与众不同。别怕，我来了。当程少商被豪门少女们组团陷害落水，凌不疑一发疯就挨家挨户上门去打断少女们老父亲的腿。那些上班不在家的，凌不疑就追到单位里去揍人；还有住得太远的，凌不疑干脆直接发个帖子让别人自动来讨打。不教好自家孩子，这就是下场。知道程少商心软，最看不得别人受伤。凌不疑作为一个征战沙场多年的武将，天天假装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疼，真受了箭伤就顺手把上半身脱得光溜溜，绣了一把结实胸肌，就算鲜血猛流，他也不让医生治伤，就为了让程少商多心疼一点。那为何我受伤，你就一定会心疼？他还跟皇帝合谋演了一出被打100大板的戏码，趁机晕倒在程少商怀里。驻守边关5年后归来，凌不疑趁和程少商重逢的机会，一边给心爱的姑娘调整马镫，一边故意慢动作亮出手臂，生怕程少商看不见他手上的冻疮，还有两人的定情信物少商贤，再加上委屈巴巴的表演，也只有你问我是否会痛。说实话，凌不疑多少是有点精湛茶艺在身上的。陈娘子与在下历经生死，又为在下宽衣疗伤，大家不必这么见外。虽然凌不疑为爱痴狂，但他没有忘记复仇的主线，不管他的人生出了什么意外，这条线都会把他拉回原地。我答应你，绝不会忘。所以当凌不疑赔上性命放弃爱情去复仇时，观众才会倍感心疼。古偶男主竟然是个绿茶疯子，这话说出去谁都不敢信，但凌不疑实实在在是圈到了一大波无路可逃的 CP 粉。我已经将你视作我妻，你杀我杀，你死我死。说明有时候绿茶也不是一个贬义词，就像《长相思》里邓为演的涂山璟，也是靠着一身茶艺在一众男角中脱颖而出，能做到让观众对无路可逃那么上头。吴磊的演技是有加成的，虽然还是有人无法摆脱他的童星滤镜，认为看着他演戏总有一种小孩在硬装大人的感觉，但个人还是觉得吴磊演出了凌不疑的凌厉和深情，尤其是需要情绪爆发的戏份，比如复仇之夜可以说是吴磊的高光时刻。在40秒时间内，吴磊利用面部肌肉的跳动和眼神的变化，将凌不疑从大仇终于得报的狂喜，到多年目标乍然实现后瞬间的迷茫，以及想到为了实现复仇自己付出的代价的悲伤，吴磊的情绪递进处理既有层次也很流畅。他理解了角色的人生逻辑，也把握住了人物的底色。《琅琊榜》里梅长苏把小飞流当幼弟，观众们就多了一个国民弟弟。《星汉灿烂》中程少商把凌不疑当一生爱侣，观众们又收获了一枚电子老公。吴磊也凭借凌不疑把自己的国民度又上升了一个层次。今年吴磊主演的《爱情而已》又是3年内在豆瓣被打出第2高分的国产爱情剧，第一则是刘亦菲和李现的《去有风的地方》。《爱情而已》主题是当下最时髦的年下恋，吴磊和周雨彤就主打一对清爽不油腻的解狗情侣档。剧中的宋三川有种吴磊本尊附体的既视感，30弟弟对姐姐们的贴心和尊重在上期视频已经提到过很多了，他演这个题材拥有天然优势。而吴磊也演出了年下恋的内核，那就是年龄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弟弟那颗年轻的心能透过外在欣赏到姐姐的美好。当宋三川被在工作中散发成熟魅力的梁永安所吸引时，吴磊的眼神仿佛就在表达他是一个超级优秀的人，值得我去喜欢。所以即使剧中男女主角有10岁的年龄差，三生有幸 CP 之间的爱情也是令人信服的。吴磊年下总攻的形象又更深入人心了。在宋三川之后，吴磊还有一个运动员的角色令人颇为期待，那就是在暴雪10分的天才斯诺克选手林逸阳。这部剧专门跑到了北欧的芬兰进行取景拍摄，
手笔还是有点大的，都是电影级别的待遇了。这一回吴磊的搭档不再是姐姐，而是有国民闺女之称的赵今麦。两位年纪相仿的高颜值年轻演员同框很是般配，小情侣的 CP 感不用演都已经溢出了屏幕。当年艺考吴磊是北影第一，赵今麦是中戏第一，这下子是属于强强联手了。在暴雪时分改编自知名作家墨宝飞宝的小说，他向来很善于写小甜文，比如杨紫和李现主演的那部大热现偶《亲爱的热爱的》，就来源他的小说《秘制炖鱿鱼》，所以观众对在暴雪时分的期待值是很高的。看过预告片的人很难不被养眼度极高的画面吸引。吴磊各种壁咚赵今麦的桥段糖分超标，两人眼神拉丝也是很甜很浪漫的感觉。目测又有一对新的情侣档可以嗑了，又禁不住想感慨一句：吴磊真的很百搭。最近吴磊和蒋勤勤搭档的电影《草木人间》还未在国内上映，就已经获得了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的提名。片中吴磊演的何木莲是蒋勤勤的儿子，他为了寻找失联10年的父亲，拯救误入诈骗组织的母亲，而陷入了无数危险境地。片中吴磊的表现太让人期待了，在情商和做人方面，吴磊显得很早熟，如今在形象和业务上又逐渐变得更加成熟。那以后我们还能叫他30弟弟吗？谢谢观看，敬请期待下期视频，再见。